花开锦绣首播热度破23000，丁禹兮、邓恩熙杀疯了，这对古装 CP 凭什么这么萌？如果一部古装剧刚刚开播第一天就直接冲上腾讯视频热度23000以上，你会觉得这是正常表现，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？2026年8月9日，由丁禹兮、邓恩熙主演的古装剧《花开锦绣》正式上线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部剧开播之后，热度上涨速度会这么快。上线当天，腾讯视频站内热度突破23000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：花开锦绣并不是一部悄悄上线、无人关注的普通古装剧。相反，从开播第一天开始，它就已经成功抓住了一批观众的注意力。而更加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剧真正吸引大家的，并不仅仅是一个23000的数字，而是丁禹兮和邓恩熙这一次的组合，似乎真的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花开锦绣到底有什么魔力？丁禹兮这一次为什么又能在古装赛道里引发讨论？而邓恩熙能不能借助傅庭云这个角色，真正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突破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刚刚开播就冲上热度23000的《花开锦绣》。首先必须说的就是这一次的开局。《花开锦绣》在8月9日正式上线，腾讯视频首轮开播释放6集，全剧一共36集。从播出节奏来看，平台显然希望通过前期剧情快速建立人物关系和故事冲突。而目前最直接的反馈就是热度已经突破23000。对于一部刚刚开播的新剧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醒目的成绩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热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。在正式播出之前，《花开锦绣》本身就已经拥有一定的讨论基础。一方面，它改编自拥有固定读者群的原著；另一方面，丁禹兮和邓恩熙的组合本身就具备话题度。尤其是丁禹兮，这几年他在古装剧领域的存在感一直非常明显。从传闻中的陈芊芊到月光变奏曲，再到大理寺少卿游、永夜星河、长乐曲等作品，丁禹兮已经逐渐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古装角色辨识度。他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把人物身上的少年感、机灵感、情绪感和一点点危险气质融合在一起。所以当他这一次饰演赵灵，观众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期待。这个赵灵到底会不会又成为丁禹兮一个让人记住的角色？答案目前正在慢慢揭晓。赵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男主，他是一个私盐贩子。他出身草莽，性格豪爽，做事带着几分锋利和不羁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又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。相反，他心里一直有自己的抱负，这就让赵灵这个人物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。因为他表面上可能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，但真正面对危险、选择和感情的时候，他又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。而这种人物其实非常适合丁禹兮，因为观众喜欢看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完美无缺的男主，大家更喜欢看到一个人物如何从不被理解到逐渐成长，如何从只顾自己到开始承担责任，又如何在感情和现实之间一次又一次做出选择。而赵灵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物。但如果说丁禹兮负责撑起男主线，那么邓恩熙饰演的傅庭云就是这部剧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看点。傅庭云出身名门，从身份来看，他原本应该拥有相对稳定的人生，但命运偏偏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。因为一场意外，他被卷入案件之中，从一个世家小姐到不得不面对危险和困境，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也是傅庭云这个角色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柔弱女主，她需要面对家族、身份、危机以及感情之间的多重压力。而邓恩熙本身又是一位很年轻的演员，这就让很多观众开始关注一个问题：她能不能真正撑住这样的古装女主？事实上，从目前曝光的内容和开播后的反馈来看，至少第一印象并不差。尤其是她的古装造型，没有过度追求所谓的浓艳感，反而更加偏向清雅柔和。这种感觉其实和傅庭云这个角色非常匹配，因为傅庭云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单纯的漂亮，
而是他身上那种从温柔到坚韧的变化。他必须经历困境，必须面对危险，也必须逐渐学会保护自己。所以，这个角色真正的看点，很可能并不是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人，而是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这也是花开锦绣能够继续吸引观众的一个关键。因为这部剧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古装爱情剧，但真正往里面看，你会发现它并不只是讲爱情。赵灵和傅庭云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甜宠模式，他们是在一个并不理想的环境里相遇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本身就带着危险和压力。一个是出身草莽、身份特殊的赵灵，一个是被卷入案件、命运突然发生变化的傅庭云。两个原本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，因为一系列事件走到一起，然后他们不得不并肩面对危机，这就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多了一层特殊的味道。他们不是因为浪漫而相遇，而是在危机之中逐渐了解彼此，不是一开始就完全信任，而是在一次次共同经历之后，慢慢建立起信任。这种关系其实非常适合古装剧，因为爱情只是其中一条线，另外还有生存、家族、权力、阴谋和成长。当这些元素全部交织在一起之后，剧情自然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把《花开锦绣》看成一部带有古言公路片气质的作品。人物不断移动，危机不断发生，关系不断变化，每一次新的事件都可能让两个主角对彼此产生新的认识。这比单纯待在一个固定场景里谈恋爱要更有戏剧张力。当然，一部剧开播热度高，并不代表它就一定会成为爆款。23000支是一个开始，真正决定花开锦绣最终成绩的是接下来几天的走势。因为对于古装剧来说，首播热度可以靠演员号召力、原著基础和宣传积累快速冲上去，但是想要持续上涨，就必须依靠剧情。尤其是第2天、第3天以及第1周的口碑。如果观众开始主动讨论剧情，如果人物关系不断出圈，如果赵灵和傅庭云的互动真的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，那么这部剧的热度还有可能继续往上冲。反过来，如果剧情节奏出现问题，或者人物行为无法让观众产生共鸣，那么首播热度也可能很快回落。所以现在评价《花开锦绣》是不是爆款还太早，但评价它的开局是否漂亮，答案基本已经很明显了，漂亮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这一次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有丁禹兮和邓恩熙两个人的搭档。丁禹兮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古装经验，邓恩熙则代表着年轻演员的新鲜感，一个经验更加丰富，一个仍然处在快速成长阶段。两个人之间其实存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反差，而这种反差反而可能成为这部剧最大的优势之一。因为观众看古装 CP 最怕的就是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精致，却没有真实的互动感。脸很搭，造型很搭，但是人物站在一起就是没有故事感。而花开锦绣目前释放出来的内容，让大家开始期待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感觉。戏里两个人要一起面对危险，戏外两位演员的互动也开始引发讨论。这种戏内戏外形成的联动，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，甚至在开播之后，相关互动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点。对于一部正在播出的剧来说，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现在的电视剧竞争早就不只是电视屏幕上的竞争，一部剧能不能真正火起来，还要看它能不能走出剧情本身，能不能形成名场面，能不能产生梗，能不能让观众主动剪辑、讨论、转发。更重要的是，能不能让没有看剧的人也开始好奇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热度。而花开锦绣现在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它让观众开始问，赵灵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傅庭云最后会经历什么？两个人究竟能不能一起走到最后？而这些问题就是推动观众继续追剧的动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23000其实并不是最终答案，它更像是一张入场券。它证明花开锦绣已经成功进入了观众视线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仗。
36集的篇幅，对于这部剧来说既是机会也是考验。